在圣道博越顺义赛车场，今儿调一个忍4，前边是伯特曼，非常不错的避震，然后后避震是。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咱们要灵活运用。来，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灵活。我们现在看啊，这是明显的烂胎，这不叫撕裂，这已经是烂胎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开油线，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从开油线往这一侧就开始有明显的这种轻微的撕裂，但是明显的。然后这个赛道是右弯多，那如果你觉得你可能不好分辨后避震过硬导致的烂胎还是后避震过软导致的烂胎，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侧。OK， 这地方有点反光啊，我们来这样看，然后手印这儿，我挡一下。OK， 这个地方现在就有明显的，从这儿开始，从这个开油线开始，刚刚手挡着，从这开油线这儿开始，哎，往上往开油区方向有明显的撕裂，然后这一侧反而是平整的，相对平整的，所以这个就是后避震过硬导致的烂胎，这么看也能看出来。从这儿开始烂，最简单的方法应该调松后避震的预载，也就是让车屁股下了一点点。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它的这个后避震是我早上刚调的，后避震的这个预载这儿已经是最软状态，就是没有地儿可松预载了，对不对？然后原则上我也可以调软一点点压缩，但是他告诉我，他现在猛给油的时候屁股有一点点下沉，那在赛道里我们一点点下沉已经是最大的允许量了，可以这么认为啊。如果我现在去调压缩，把它压缩调软一点点的话，这个地方会好，但有限，同时它的体感会有更多的下沉，那对它的体感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而且这个地方我并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那现在怎么办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边，在我们没有看完所有的这个状态之前，我们不做判断。然后我们来看这儿 ，OK， 这个已经非常低了。非常近了，从下往上压嘛，这是正差，它并没有触底的感觉，所以现在没有触底，但压的比较多，所以现在根据这个位置，我可以把前避震的预载加大，让车头更高，于是间接的就让屁股下来了。加大前避震的预载，车头会变高，间接导致车尾下降，这样我们就可以又调前避震让它缓冲量更大一点点，又可以抬高车头，间接的导致车尾下降，去缓解我们的烂胎。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所以刚才我已经拧完了，这个我拧了预载拧了2圈，其他也稍微的改了一下，然后后避震我完全没有动。我们一会儿等它再跑一节，我们回来看后避震的状态如何，好吧？其他的整体这2节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不好的感觉。对，没有不好的感觉。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第2节回来之后，来看一下对比啊，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从这是开油区，从这儿来看的话啊，这个地方已经减弱了，就是烂的程度在减少，但还在烂。我们要看到变化，现象还存在，但是它在减轻。OK， 这是我想表达的。然后我想表达的重点是在后边啊，稍等。我们再看这一侧，这是弱侧，就是圈速不快的这一侧，它也存在痕迹，但是痕迹也是在减缓的，就是减弱。因为原来这面的那个纹儿其实还是挺明显，但是现在是也缓解了。OK， 然后我们再去对比前面。好，这个位置和刚才几乎没有变，但可能原来是在这儿一点点。稍微高了一点点，这就是微调带来的变化。所以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意思是，如果问题出在后面，我们去调整后面是最直接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后面会因为设定和可调度的问题导致不可调的时候，我们去调整前面也可以得到效果，但是效果甚微。OK，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想让这个烂胎更好一点的话，我原则上可以再加1圈预载，但不可以更多，是因为如果你一直抬高车头的话，它在比如说猛给油的时候，车头很容易离地，或者他觉得不好入弯，因为车头偏高了，偏高以后我再去重刹，然后这个前面的距离还是偏高，就会产生不好入弯的感觉。所以这些是在我们调的过程中需要和车主去紧密交流后得到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根据这些反馈去设定调整方案。现在我打算前边加1圈预载，后面这个是高速压缩，我松一格高速压缩，
格是为了它给油的时候能再多沉一点，还好这个是有高低压的，它有高低压我们就调高压，在它猛给油的时候屁股能多沉一点，这个地方就会更热，然后它就不容易扯开。然后前面我们加，其实你加半圈也行，加1圈也行，这个根据情况自己调吧。然后我加半圈吧。我两边加了半圈，这个就是目前的调整思路。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方案是根据情况和体感一起去处理的，不能说我非得去照搬数据如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才是我们调车的根本逻辑。然后这一节的圈速是24.1，上一节的圈速是24.9，等于快了0.8，所以大家看到又变严重了。这就是需要动态调整的原因，因为跟圈速跟给油的程度都成正比。现在又严重了，看一下这边啊，这边也明显了。哎，我们来看一下前面没有什么变化，这儿已经挺高的了，因为最开始在这儿，现在有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可以的。哎呀，头疼。滑不滑？其实车主挺轻的，140多斤，加装备160位就，我压起来其实手感是很软的。那现在这个纹是明显屁股高的纹路导致的，玉载又是最松的，这个地方又是最松的，没有什么可调度了。手感压起来压缩速度很快，然后不能再调软了，调软对它控车并不好啊。那有可能是这个地方。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太长导致的。但现在不好说。哎呀，后边很长，屁股高，所以在我没有什么办法的前提下，我现在只能加前边玉载了，把车头调高。哎，没办法，这只能加2圈，顺时针2圈。调了玉载之后，我们要去复查压缩回弹。检查完之后没有问题，不需要调的话就可以不动。所以现在很头大，烂胎又变了。你给油的时候没觉得那个屁股沉吗？想想，就往下塌。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比如这个14号弯出弯的时候给油，给大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没有，稳。后边烂胎，你当然你快了烂是正常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后边玉载是到头了，而且我调起来，我已经觉得后边有点软了，我不能再软了，然后它还在烂，而是就是屁股高的那种烂。我现在就用间接的方法去调，就是把前面车头调高，我一直在加玉载。如果一直持续加车头呢，你就会变得不好入弯，因为车重刹，对，车头重刹的时候就会下的不够多，压缩的不够多，你就觉得不好入弯，所以很尴尬。这个避震是给400做的吗？后边还是前边？后边。是。那那个长度什么的跟原厂一样吗？避震长度？装上的时候屁股就变高了。肯定比那个长。因为我看那个回弹下边老长一截儿，现在问题就是屁股变高导致的，就屁股很高。我调软玉载也是为了让屁股下去，等于现在屁股特别高，它就会有这种屁股高导致的这种几何烂胎。但是呢，但是你的这个第一不能调长短，就避震不能调长短。第二，玉载调软已经到最软的时候，它还是
高，然后我就只能间接的去加预载前边的预载，让车头起了一点，所以就很尴尬。是为了让后边的轮胎压下去的吗？在你给油的时候，屁股如果在合理的沉的范围内，或者它合理的高度上，你的重心是后移的，后移的足够多，开油区那个地方就是热的，热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烂胎。现在呢，你即使回来，你摸着那个地方是烫的，但实际在这个可能在轮胎的状态上来说，它那个地方是属于被扯开的，就是它其实是不够，给的压力不够，对，压力不够，对，负载不够，然后就会烂，所以我明白你这个，说白了就是车头低，车屁股高，然后我一直在想让它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这样的，然后让它平起来，你再去给油的时候，后边就不会烂啊。但现在屁股高，物理上又不能继续缩短了，我只能一直在这样啊。但是不能越多越有问题，越多你前面就会前面就不稳定了。是不好入弯，也不是不稳定，是不好入弯，就是你觉得入弯不犀利，或者是这种感觉。可是你想的是歘一下下去，然后你实际可能是歘，可能是这种感觉，就会有迟疑的那种感觉，倒不是很严重的烂它，但是它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后屁股已经全到底了，是吧？物理层面上到底了，没有，我没有。大概降了有几毫米？3毫米是吧？大概，因为我就放了2圈半，就原来那个牙大概就是3毫米左右，然后降完之后，我又把前边加了4圈了。当然，原来那几圈就因为你压的比较低，这个在合理的范围内。但是现在这个扎带的这个位置已经比较合理了，就是不会太软，中刹轴不会太软，支撑性变好。但我要一直在加的话，就会有我说的那个问题产生了，就打破那个平衡了。对。现在主要还就是后边这个侧调的范围还是不太大。对。后边避震太长是吧？长导致了屁股高，它重心即使再后移，也可能是没有后移那么多就是它开油的时候重心往后移不够多，移的一开油屁股这样才对，可能就是他那7个意思就是。对，大概是这意思。但我又不能无限的让后边软，后边软就车头容易起来，反正就就是各种就会不好。说白了还是避震不行。我不想这么承认，但是避震不行，换胎创。别，避震不行。